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安格斯要用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一颗近原生种，它是一款鹿角兰类的蝴蝶兰。那这种兰花其实在我的收藏里面只有2株，那这一株呢是它比较健壮，个体比较大，然后多花梗，根系也很强健的一株。但是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分享这一株兰花，所以这个影片里面呢，总共会有它3次不同开花周期的照片，还有影片片段。这种款式的兰花呢，比较没有那么受欢迎，而且我发现每一次在我频道里面讲这一株兰花的影片，其实大家的点阅率跟浏览率就不是很高。那我也觉得情有可原，因为这种花它其实不管是花的形状，还有它开出来的特色呢，其实比较不是大家会喜欢的那一种感觉。而且它也没有香味。我当初会买这一株兰花，其实是在一个想要收集原生种跟近原生种蝴蝶兰的那个时期，那刚好遇到，所以我就把它加入购物车。那个时候其实我对鹿角兰呢，老实说也没有太多的研究，到现在其实也因为只有2株鹿角兰这样的品种，所以我其实也没有真正对他们有太多的认识，除了就是把它当很一般的蝴蝶兰原生种或近原生种这样来照顾而已。不过我越来越喜欢它的原因呢，不是因为花，而是因为它的花梗有很不一样的特征。那这株兰花其实另外一个我觉得相当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蛮容易长很多根系的，气根或者是杯子里面的根系呢，都相当的强健。所以在很多时候呢，我其实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观叶、观花梗、观根系的一款兰花，而不是养来看花的。因为老实说，我对它的花其实也觉得就还好。我没有很喜欢它开出来的样子，虽然说黄底然后它的这个斑纹色块是比较偏暗红色一点，然后它唇的部分呢，比较像是一个三角形的小铲子，然后是比较偏白色，就说它的颜色上面也是有很鲜明的对比，但是因为它的花型开起来就不是大家一般喜欢的那种讨喜可爱的花型是这株兰花它的特色，但也是缺点。不过这株兰花因为它是近原生种，所以它的花梗呢也是有续花性，然后在多花梗的情况之下，每一次开花的周期我就能够很明显看到这些看起来像鹿角的这个花梗扁扁的这种花梗呢会继续往前长，然后继续长花苞到开花。每一次多花梗，然后每一个花梗上面有2到3朵花，全部加起来呢，看起来也是相当的热闹。这株兰花算是我比较早期购得的蝴蝶兰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用很多种不同的种植方式。那这一株呢，我给它选择的是杯底没有洞的介质半水耕。那之所以叫做杯底无洞，是因为它的排水孔呢是在杯子的侧边，那排水孔以下的部分呢，就是可以用来承接水分。那这样子呢的应用呢，就叫做介质半水耕。那我使用的介质这边你也能够看到是无机的介质，大颗跟小颗的颗粒混合的。当时呢，我的比例应该是1比1。所以就说大颗小颗比例其实都有。那因为这株兰花已经好几年了，所以它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随着它继续长新的叶子，它整个植株呢会慢慢的升高。原因是什么？因为新叶子在上面长，旧叶子在下面脱落，所以它的花茎的部分呢会慢慢的变高。所以呢再过1年最多2年我就一定要为这一株兰花来进行一个换盆的动作，重新把底部
坏死掉或是已经干掉的这个花茎根系都修剪掉，重新把这株花呢再种回去，种低一点，种到杯子里面，好让这株兰花不会感觉到好像又快要长到杯子外面的感觉。那这边呢就是它最新开花周期的一个影片跟照片的记录。那它就是除了长新叶子之外呢，它这个周期的这个气根呢就没有长得太多，因为已经本来就很多了。那在它开花的这个强劲度来讲，这个周期一样是相当的不错。那也很让我意外的是，这株兰花其实已经至少3年甚至4年在这个介质半水耕这样子的介质容器里面种了这么久了，它完全呢非常的喜欢，然后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一种让我觉得需要为它进行出盆检视根系的警讯。但是我是觉得再过1年是应该要对这颗兰花来进行一下整理哦。我目前的想法呢是我要对它进行一个容器的改变，大小可能会维持一样，但是呢我要把它改成底部有排水孔的种植方式，也就变回到传统的种植方式，但是介质一样会用无机介质。那因为它根系很强健，所以我有考虑呢，我要把大小颗的这个颗粒比例呢调成大颗的是2，小颗的是1，来尝试看看对这颗兰花它的喜好程度上面、适应程度上面呢，像大颗的2，小颗1这样的比例，看看这颗兰花的反应会是怎么样。不知道你们对我这样的想法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你有没有这一种兰花呢？鹿角兰其实不是一个很大众的品种，那也蛮多人对这种兰花呢都不太认识。不过啊，其实它是属于蝴蝶兰里面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花梗的部分啊，是扁扁的，然后看起来就真的有点像鹿角，我想因为是这样而得名的。那最后这边就是给你们看一下它当时的根系状况。下一次你们看到这株兰花，应该就是我对它进行换盆后的一个更新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